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草药的性能。中草药之补泻。在一开始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中医的理论。邪正肾衰是中医阐述疾病发生过程中相关病理变化的基本规律之一，指的是人体的抗病能力与致病邪气之间互相抗争所引起的肾衰变化。在《素问·通平虚实论篇》中有提到：邪气盛则实，精气夺则虚。内经又说：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。所以补泻是针对虚实病情起作用的两种药性，是中医临床的基本治疗法则之一。疾病发生的过程尽管是千变万化的，但简而言之，都是邪正的抗争的反应。虽然疾病的症状表现非常复杂，但都可用虚实加以概括。药物的补泻属性是指能够改善虚实病情，减轻或者是消除虚实症状的作用。补性药物，补泻的药性作用非常广泛复杂，但简而言之，可从两方面加以概括。补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补益人体的亏损，增强人体的功能，提高抗病能力，改善虚弱症状，诸如益气、补血、滋阴、壮阳、生津、安神、填精、益髓等类的药物，都是属于补性的药物。泻性药物，泻性药物的作用主要是去除外邪与致病因素，调整脏腑功能，以遏止病势的发展。诸如解表、泻下、行气、活血祛瘀、利水渗湿、祛痰、消导等类药物，都是属于泻性的药物。补泻的作用，药物的补泻作用并非绝对的，往往是相对的，错综复杂的。一种药物可有多种作用，其中有些作用属于补性，而有些作用又属于泻性。而且随着不同的配伍应用，也可以显现不同的补泻作用。例如，桂枝发汗解肌属于泻性作用，而温阳、通阳则属于补性作用。又像是茯苓的利水渗湿功能属于泻性作用，而健脾安神作用功效则是属于补性作用。接着我们为大家要介绍的是食物之补泻。就食物而言，能充饥养生、调理阴阳，补五脏六腑之气血阴阳，大多属补。但有一些食物能兼行气、活血、利水、消痰等作用而带有泻性，如萝卜能行气消痰，香菜能消食行气，海带能软坚散结，绿豆能清热解毒，赤豆能利水行血等等。在中医的治法中，补泻是两大治疗法则。药物补泻作用在临床的应用，首先辨清病情的虚实。一般虚症用补性的药物，实症用泻性的药物。如气虚、血虚的虚症，当用补气补血的补益药来治疗；而气滞、血瘀的实症，则当用理气、活血祛瘀等泻性的药物来治疗。同一寒症有阴盛引起的实寒症及阳虚引起的虚寒症的不同。阴盛的实症当用祛寒散邪的泻性药物来治疗，而阳虚症则需要用扶助阳气的补性药物来治疗。同样的，同一热症也有阳盛与阴虚的不同。阳盛的实热症
应该用清热泻火的泻性药物治疗；而阴虚的虚热症则需要用养阴生津的补性药物来治疗。但是疾病的虚实并非单一的，往往虚中夹实或实症兼虚。临床治疗又当虚实兼顾，补泻并用，可以是扶正兼以祛邪，或是祛邪兼以扶正。总之，要根据邪正的消长以及虚实的变化而酌情应用。在介绍完补泻之后，想必大家对于药物的作用应该都可以归纳出补泻两大类了吧？